之後，馬斯克首次宣布不滿，我不是特朗普的替罪羊。捐款3億将特朗普送入白宫后，马斯克似乎有点后悔了。前天他公开攻击特朗普力推的大美丽法是劫富济贫，并抱怨自己成了政府的替罪羊。特朗普也毫不顾及旧情，派手下向马斯克催讨剩余的1亿捐款。难道馬斯克与特朗普的友谊小船这么就翻了？几天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舉辦的歡送儀式上，特朗普不惜各種溢美之詞，稱讚馬斯克創立的效率部成就卓越，他的離開是一種損失。說完，特朗普贈予馬斯克一把白宮的鑰匙，歡迎他隨時回來看看。接過鑰匙的馬斯克也表示自己會常回來的。誰料這幅溫情脈脈的畫面僅維持了3天，兩個人便開始通過不同的方式陰陽對方。率先開炮的是馬斯克，他批評大美麗法不僅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美國財政，還會將國家推進破產的深淵。馬斯克進一步解釋道，大美麗法的核心思想是削減大眾的醫療保險，用省出來的錢給富人減稅，最後期望富人良心發現，用省下的稅收投資製造業，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不是劫富濟貧嗎？而且現在的美國財政每年本來就有2萬億的窟窿，自己拼了老命才砍了2000億的浪費，經特朗普這麼一減稅，窟窿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擴大了，相當於白忙了一場。要知道，大美麗法是一份由特朗普親自領導制定並集中體現他個人意志的法案，如此重要的一次勝利竟然遭到密友的反對，川大統領的臉多少有點掛不住了。記者問特朗普如何看待馬斯克的批評，特朗普鐵青着臉誇了一遍大美麗法有多好，全程沒提馬斯克一次，以為這事就這麼過去了。沒有，很快白宮方面通過幾位知情人士之口傳出了諸多不利於馬斯克的消息，比如據工作人員觀察，特朗普從一開始就不信任馬斯克，說他制定的削減政府1萬億的開支的計劃是胡扯。還有人透露，隨着時間的推移，馬斯克變得跋扈起來，經常當着特朗普的面數落其他高官，搞得特朗普下不來台。而且在相處的過程中，特朗普發現馬斯克會說一些正常人聽不懂的冷笑話，全場只有他一個人笑，其他人都面面相覷，不知所謂，場面非常尷尬。最後，特朗普對馬斯克的評價是：經營公司時是天才，處理政府事務時是孩子，暗諷馬斯克幼稚。以上消息被《華爾街日報》整理成文發表後，令馬斯克非常不爽，他立刻發起反擊，找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開表示，現在所有人都在往他身上潑髒水，把一些不是效率部幹的事情算他頭上了，要他為政府的混亂負責。馬斯克坦言，我不想反對特朗普，但是也不想當替罪羊。言下之意是讓特朗普自己為美國當前的混亂負責，別倒打一耙，甩鍋給他這個不拿工資的臨時工。特朗普依舊沒有親自下場掐架，只是派出了手下向馬斯克催討承諾過的1億捐款，並吹風說這筆捐款本來在去年就該到賬了。從上我們不難看出，目前兩個人還沒有鬧到撕破臉的地步，都給對方留了一個台階，但是友誼的小船已經在風浪中劇烈搖晃。更耐人尋味的是，特朗普的態度，2次回懟都是借他人之口表達對馬斯克的不滿。這麼做的好處是，既可以警告馬斯克別亂說話，必要時又能和自己撇清關係，恢復與馬斯克的友誼，手段高明。特朗普送給他的那把白宮鑰匙，馬斯克還有機會用嗎？或者說，當他真的想用的時候，那扇門還會為他敞開嗎？這場美國政商界頂流對決遠未到達落幕之時，其後續發展不僅關乎於兩個人的恩怨，更有可能攪動美國政治與商業生態的深水區。兩個人下次互懟的炮火，或許已經在裝填之中了。